大坏啊！星穹铁道有史以来尺度最大的 PV 终于来了，而且黄泉居然真的就是牙医！投币10经验，转发5经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3点专注武教，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新铁最新讨剧。在这2天连续发布的黄泉动画和千星游记 PV 中，除发布了黄泉的人物背景故事外，还爆料了大量跟虚无星神有关的线索，甚至我们还能从中推荐庭云目前的下落，以及占领特人的新地图伊须魔州的冰山一角。再加上这次2的 PV 都巧妙地结合了这种展现宇宙奥秘的宏观叙事，只能说崩铁尺度最大一集，它终于来了。首先，这次的黄泉动画和千星游记 PV。虽然明面上用黑天鹅、明火大东等话题人物做了幌子，但本质上其实只讲了一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黄泉的家乡出云星遭到祸神入侵，为了击退祸神，出云人就导出了一个神域计划。在汉语里，意是收得的意思，所以神域计划说白了就是弑神计划。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先以举夺之力干掉一个祸神，然后拿他的尸体锻造成神器，接着再拿这把神器去干翻其他祸神，接着再如法炮制，又给他炼成神器。这样出云的神器越来越多，祸神的数量越来越少，此消彼长下，出云就会自然而然地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不是，你这简直就和隔壁奔山里的神之剑计划一模一样啊！甚至连神器的能力和数量都能对得上。更离谱的是，黄泉一开始拿的刀还正好就是雷属性的冥，这不就是隔壁的神之剑敌对七雷冥吗？再加上这对鬼角，摆明了就是奔山里的雷律。看样子，出云不仅有的刀仿神之剑计划的神域计划，就连隔壁的融合战士计划也并搬了过来。黄泉可能就是因为有极高的适应性，被移植了祸神的基因改造成了鬼，而 PV 里这个负责旁白的白话鬼，应该就是隔壁某位白话的融合战士。至于他是谁，叫啥名字，就请大家打在公屏上吧。所以老米，你这下真的是不装了是吧？前在你说好的没玩过崩山也能看懂剧情的呢？当然，虽然大体框架相似，但两者的结局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崩外山的世界端里，一旦文明跨入了中烟的试炼，就如同鸟儿振翅飞向刀通，从此朝着更繁荣美好的未来前进。但在崩铁里，黄泉巨侠虽然爆发出惊人的斗志，在队友悉数陨落的情况下，凭一己之力化为死源，斩灭中烟，一夜结束崩坏战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想守护的对象却只剩下自己。原来拯救世界只是一个谎言。打从一开始，两颗星球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虚无星神的引力捕获，注定会走向灭亡。上旷日持久的战争，看似是出云和刀天元的生存之战，但其实这不过是末日来临前两个世界用尸山血海所表演的一场永劫的轮舞罢了。败者归无，胜者成通。宇宙浩瀚无垠，即使在外界眼里，出云和刀天元的消亡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笔闲聊的谈资。他们依然想在文明的最后给自己留下一抹尊严的注脚。或许这里就是米哈游在致敬三体宇宙端中所谓的给岁月与文明吧。但在虚无星神巨大吸积盘的照耀下，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最终的结局，咱们也看到了，两个世界的历史长河所铺成的鳄鱼画卷是如此的璀璨峥嵘，但虚无湮灭他们所需的时间甚至不到1秒。这真的是把宇宙尺度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反差与震撼，丝毫不亚于三体里歌者向太阳系投出的那枚2相箔。而在一切堆虚之后，黄泉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崩山的雅一、元神的银宝，还是崩铁的黄泉，他们天生就带有一种破碎感和虚无感。明明看上去是拥有强大力量的纯粹武者雷电女王，但想要守护的东西却都和雷电一样刹那消逝。他们越是想追求永恒，反而离虚无越来越近。人之在世，却如白露与泡影，虚无。正是因为这种求而不得的破碎感，让他不自觉地踏上了虚无的命途，成为了被星神选中的唯一幸存者。之所以流萤遇袭时他没有立刻拔刀，不仅是因为他一定程度上怀疑着流萤的身份，更因为那把刀上封印着来自杜香两个世界的记忆和亡魂。试想一下，整个两个世界所有生命的挣扎、绝望、孤单、怨恨，全部情绪杂糅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连虚无星神都难以褪色的赤红光芒。这样的重量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实在太过沉重，很容易就会把一个人的精神给冲垮。黄泉不愿意回想这些记忆，但同样无法将杜香的灰烬彻底遗弃，所以才把他们都汇聚在刀刃之上，并用刀鞘封印。这是一个身负累累血债之人能给你的唯一忠告。我知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然而。
刀，这真的是太刀了，也难怪黑天鹅在探寻黄泉的记忆时，会瞬间触发黄泉内心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场遭到反噬。黄泉这个历史级别都躲得远远的记忆，你还敢主动去碰？这真的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了。黄泉是幸运的，理论上来讲，他的力量上限已经超越了崩坏 IP 旗下的所有角色，是货真价实的星辰之下第一人。但他又是不幸的，他既是没有遇到过奇安娜和艾莉西亚的牙医，也是没有被神子和雷电针所救赎的银宝，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一个能解开黄泉心结的灵魂伴侣。那么问题来了，崩铁这么多角色，谁会有资格成为黄泉女士的灵魂伴侣呢？当然是屏幕前帅气的泰勒者，也就是你们啊！你看黄泉在这集的 PV 里就出手过2次，其中劳东连名字都不配记住，黑天鹅更是蜜汁自信 A 脸太撩，结果偷鸡不成18米，直接汗流浃背。反多我们泰勒者，别说吃你黄泉一发秘技了，魔女宇宙黑大帅亲自降临，最多也只能把咱踢下线。你看，当到平和汤里挨完这一刀，黄泉马上就来主动串门，而且当我们连续拒绝他的同行邀约时，他会单设我们的选项，强制我们答应贴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里有胎拓者呀。再说，咱们胎拓者可是要承载7大命途，重铸胎拓垄断存在，帮黄泉女士分担一点回忆的重担，那不是洒水的事。说不定咱们就是在拯救黄泉的过程中被黑大帅糗了一眼，然后就转职成虚无命途了呢。所以27号登星后想第一时间抽出黄泉，抱回家狠狠疼爱的小伙伴，请弹幕里投波1好吧。不过，既然黄泉的渡香初营已经被毁灭，那是不是说明崩铁宇宙从此不会再出赛博盗窃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每日委托中，就有一个非常和风的新球名江户星，而《千星游记》PV 幕后记录中，后尔记忆里出现的种种和风建筑，让不少人怀疑它的渡香就是江户星。不多的小伙伴会问了，为什么我这里的委托写的是其他星球？我觉得这江户星不会是自己批的吧？当然不是，实际上这条巡海游侠委托每天都会算译成不同的星球，比如江户星、托斯塔，还有赫伯利恩，这也完美符合巡海游侠在全宇宙行侠仗义的设定。话说想抽黄泉或者还没抽出花货的小伙伴，可以等着的委托刷出江户星再抽，说不定有赛博盗窃力量加持，一发就能出金额呢。此外，老玩家刷到最多的魔女宇宙7的副产物龙赌套的背景都市里出现的塔拉萨星，那首都伊须魔州和出营的日语伊祖蒙读法非常相似。在星铁的背景都市中，塔拉萨是仙州联盟非常重要的星际盟友，这里和仙州一样，曾经被药师赐福，有着大量的丰饶信仰，而且作为寰宇闻名的海洋星球，塔拉萨能为仙州联盟提供大量稀有的渔业和水产资源，而仙州联盟也能为其提供军事庇护，避免塔拉萨遭到丰饶民的入侵。在警员的角色都市4里也提到过云上五小成名的第一战，就是在塔拉萨星击退了不离人的远征舰队，而现实中的神户市须磨区自平安时代起，就是著名的渔业城市加海上商贸中心，从名字到定位都如此接近，很难不让人将两个地方得联系起来。或许就和崩山的方舟计划一样，出于人为了保留文明的火种，选择让一部分族人秘密乘坐飞船逃离了渡香，而后出营毁灭，他们便把新家园断与渡香的名字，从此在这里休养生息，直到某一天丰饶降临此间，才把他们化成了半人半鱼的奇异生物。这也能解释为何出营消亡后，星斗上仍能找到一道名叫出营味噌的菜肴。你总不能说这道菜是黄泉引进的吧？最重要的是，在庭云的角色都市中就提到他曾多次代表仙州前往塔拉萨伊须魔州进行商业谈判。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庭云正是在和塔拉萨进行贸易往来的路途中，被潜藏在那里的龙狮势力捕获并囚禁起来，最终兜结幻龙实施了身份替换呢？此外，塔拉萨在金人像版本就铺设了大量伏笔，而且本身与巡猎、丰饶、毁灭甚至虚无等多方势力多少都完全有制造矛盾和冲突的空间。再加上这次2.1前案中，烧鸡老师承诺我们会在1年内告知庭云的下落。目前来看，老米在3.0版本就很有可能推出海渊星球塔拉萨了。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枫丹的海底世界中，正好有一个和塔拉萨名字相近的塔塔海赌，这两也刚好都是希腊海洋女神的别名。换句话说，老米可能早在半年前就在铺垫崩铁3.0的新地图了，这也能匹配上崩铁制作组提前1年规划新版本的制作周期，而且有原神枫丹的技术兜底，整个海底世界的框架也非常容易实现。那既然3.0开始的主线可能会继续回归巡猎丰饶之战，那么大家更喜欢巡猎还是丰饶主角呢？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